你妈逼你扮演一个纨绔恶少，结果你却成了赫赫有名的黑道之主。只因为你家曾是华国第一家族，为了避免树大招风，老爷子下令家族全体隐姓埋名。结果25年后，是个人都能踩在你家头上。为了重铸家族荣光，决定不再低调。此时江州的皇后酒吧内，舞池中的红男绿女肆意挥霍着青春，可在最奢华的卡座里，却进行着一场极不协调的相亲。王公子能和你相亲，确实很让我意外。哦，意外我这种货色也有资格和杨大小姐面对面。听说你们杨家挑女婿门槛高得很啊。外界传言，王家3位公子，长兄王念锋利如刀，二哥王琴稳重如山，至于3公子你吗？纨绔浪荡，废物一个，天天混迹夜场，恶名远扬，对吧？今天一见，发现他们看人真准。那倒未必，今日一见，我发现王公子是个挺有趣的人。有趣？值几个钱？直说吧，杨大小姐屈尊降贵来找我这个有趣的废物，总不会真是看上我了吧？实不相瞒，杨家内部出了一些问题，我爸说整个江州或许只有你能帮我。可别，你爸太看得起我了，我就一混吃等死的富3代，哪有能力掺和你们这些大家族的龙争虎斗？我自己这点破事还搞不明白呢。这时3个衣着性感的美女恰好从卡座旁经过。嗨，美女们，等会儿一起过来找我啊！战斗到天亮。杨咩咩看着眼前这个瞬间变脸、轻浮浪荡的男人，眉头微蹙。就在这时，旁边卡座传来一阵骚动。不识相的臭娘们，今天这酒你要是不喝，你们公司的合同就别想签了。大壮，太吵了，让他们安静点。好的，老板。只听几声闷响和短促的惊呼，隔壁瞬间鸦雀无声。老板安静了。我说了多少次，做事要温柔点。我只用了1成力，真的很温柔了。不好意思啊，杨小姐，我这兄弟脑子不太好使，你别见怪。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对，你们杨家那点事。王潇洒轻描淡写地处理了一场冲突，却继续扮演着他的废物角色。杨咩咩看着这一切，心中疑窦丛生。这个男人似乎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你妈逼你扮演一个纨绔恶少，结果你却成了赫赫有名的黑道之主。只因为你家曾是华国第一家族，为了避免树大招风，老爷子下令家族全体隐姓埋名。结果25年后，是个人都能踩在你家头上。为了重铸家族荣光，你决定不再低调。卡座里的气氛有些微妙，隔壁的骚动被王潇洒的手下以粗暴却高效的方式平息，这让杨咩咩对眼前的纨绔子弟有了新的评估。但他深知家族危机迫在眉睫，必须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王公子，我对争夺杨家继承权其实没有太大兴趣，之所以这么做，更多是为了自保。大家族的争斗，稍不留神就会丢了性命，保命要紧。所以对杨小姐的请求，我爱莫能助。如果合作，我绝不会让王公子吃亏。这是800万，只是定金，事成之后另有重谢。钱，我不缺钱。老板，财务那边说，我们酒吧这个月账面又有点紧张。特喵的，缺钱就从你工资里扣，没看我这谈正事呢吗？想要我帮你也不是不行，但是得换个条件。什么条件？王公子但说无妨。如果杨小姐愿意当我的女朋友，那你杨家的事自然就是我的事了。怎么样，划算吧？王公子身边的女朋友那么多，也不缺我一个吧？我们当朋友不好吗？我从不跟漂亮女人做朋友。送客。见面不过10几分钟，王潇洒竟直接下达了逐客令。杨咩咩愣住了，他没想到对方如此不按常理出牌。大壮，外面都传言你老板女朋友很多，我很好奇，他身边到底有几个女人？老板不让我说。不让你说什么？不让我说他还是个处男。大壮先生这句话，怕是整个江州都没人会相信。话音未落，杨咩咩的手机震动了一下，她收到了一条信息。虽然杨小姐不能成为我的女朋友，但这送上门的支票我可就不退了。他这是打算收钱不办事？一股被戏弄的怒火涌上心头，杨咩咩终于有些破防了。这个王潇洒比传言中还要混蛋。他攥紧拳头，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离开了。而王潇洒则在他走后，招呼起刚才那几位美女。走，顶层 VIP 室，不战斗到天亮，谁都不许回家。你妈逼你扮演一个纨绔恶少，结果你却成了赫赫有名的黑道之主。只因为你家曾是华国第一家族，为了避免树大招风，老爷子下令家族全体隐姓埋名。结果25年后，是个人都能踩在你家头上。为了重铸家族荣光，你决定不再低调。皇后酒吧顶层烟雾缭绕，麻将牌碰撞的声音噼啪作响。王潇洒和几位美女玩得不亦乐乎，仿佛刚才与杨咩咩的一场交锋从未发生过。王老板，你刚才在楼下不是说要战斗到天亮吗？怎么是找我们打牌啊？去，一个个的都想什么？给我纯洁点。哎，大壮，杨咩咩走的时候说什么了没？他说你收了钱却不办事，比传言中还要混蛋。他懂个屁，我又不是杨家的女婿，干嘛要趟那浑水？不打了，今天心情不好。
都散了吧。美女们悻悻离去。刚安静下来，酒吧的女总经理就走了进来，神色凝重。老板，有2件事需要向您汇报。说。第一件，您姑姑王语嫣女士刚来电话，女魔头说什么了？她说，如果您敢在相亲的时候让杨咩咩小姐不开心，以后绝对不再给咱们酒吧的亏空填窟窿了。我靠，怎么不早说？所以我还得想办法去把杨咩咩给舔回来。我能那么不要脸吗？报告老板，你能？滚蛋！说第二件事。第二件，我们抓住个小子在包厢里偷偷吸粉，按老规矩该废了，但有点特殊情况，来请示您的意见。这点屁事也来问我？有什么隐情？那小子未满18岁，而且他恰巧是杨咩咩小姐的堂弟杨志辉。太好了，真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哈哈哈。王潇洒立刻拿出手机，翻出杨咩咩的号码拨了过去，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对面传来杨咩咩冰冷的声音：王公子，怎么？难道是良心发现，准备退钱了？谈钱多俗啊！问你个事儿，你跟你堂弟杨志辉关系怎么样？不怎么样。你怎么有闲心问这个？哦，没什么，就是杨志辉在我的肠子里吸粉，被我的人逮了个正着。我准备按规矩打断他一条腿，然后交给警察叔叔，提前跟你通个气。你觉得这处理方式怎么样？你决定吧，谢谢你提前问我一声。不用谢，我对美女一向都很尊重。不过话说回来，就算你和杨志辉关系好，这次我也没打算放过他。虽然你有可能会成为我的女朋友，但这里是我的场子，有我的规矩，谁也不能违背。电话那头杨咩咩再次沉默。王潇洒这番话软中带硬，既像讨好又像警告。这波舔的应该不算可以吧？能给满分不？老板，你刚刚真的是在舔吗？哎呀，我看书上说，男人要让女人先挂电话，显得有风度。你快挂电话吧。哪本破书写的？肯定是个舔狗，抓紧撕了吧。嘿，这女人有个性。不过大壮，你下个月工资没了。另一边，杨咩咩挂断电话后陷入了沉思。王潇洒这个电话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准备帮我争夺杨家继承权了吗？自那通关于堂弟杨志辉的电话后，杨咩咩对王潇洒的好奇心达到了顶点。这个看似纨绔的恶少，手下却有着令人恐惧的执行力。他动用人脉，开始暗中调查王潇洒及其家族。陈叔，帮我查一下江州王家，特别是那个三公子王潇洒。对，越详细越好，包括他们25年前是从哪里搬来江州的。小姐，王家在江州非常低调，几乎查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只知道他们财力似乎很深厚，但来源成谜。王潇洒公子，他名声确实不太好。越是干净的像一张白纸，越说明有问题。继续查。与此同时，酒吧办公室内，王潇洒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亏损报表挠头。老板，这个月的窟窿有点大，光靠酒水收入补不上了，您看。知道了，我想办法。哎，要是前几天收了杨咩咩那800万就好了。这时王潇洒的私人手机响起，显示女魔头姑姑。喂，亲爱的，美丽的，天下第一好的姑姑，您怎么想起给您可怜的侄子打电话了？少贫嘴。王潇洒，我上次让总经理转达的话，你是不是当耳旁风了？啊，什么话？姑姑您说的话我句句铭记在心啊。杨咩咩，让你哄她开心，结果呢？我听说你不仅戏弄人家，还把他堂弟打进了医院。姑姑，这您可就冤枉我了。我那是在执行家规，维护场子秩序，而且我事后第一时间就向他汇报了，态度诚恳。我不管过程。王潇洒，你听好了，杨咩咩这个女人对你、对王家都很重要，你必须帮她，而且必须帮到位，让她欠你人情，让她离不开你的帮助，这是你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姑姑，至于吗？一个杨家内部争斗，25年的期限就快到了，王家需要重回事业，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和跳板。杨咩咩就是那个跳板，这也是你爸的意思。别再给我演你那套纨绔子弟的戏码了，该动真格的了。酒吧的亏空，等你办好了这件事，我双倍给你补上。跳板，老头子们终于忍不住了吗？当晚，杨咩咩接到梁安心的电话。咩咩，你让我留意的那几个卖粉给杨志辉的上家，好像人间蒸发了。什么？一点线索都没有？消失得非常彻底，这不像一般黑社会能做到的。咩咩，你那个合作伙伴王潇洒，恐怕比我们想的要复杂得多。杨咩咩陷入了沉思，心中对王潇洒的疑云愈发浓重。这个男人身上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杨咩咩的五叔杨东旭和五婶张月如带着受伤的儿子杨志辉在杨家老宅紧急发难。偌大的议事厅里，杨咩咩孤身一人站在中央，面对以五叔为首的一众家族长辈的指责，气氛压抑。杨咩咩，你看看志辉被你害成什么样子，勾结外人，
殴打亲族，你还有什么资格竞争画师人？我苦命的儿啊，杨咩咩，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就是为了争权夺利，连弟弟都不放过。咩咩，这件事你做得太过了，家族内部竞争怎能下如此狠手，还联合外人？那个王潇洒是个什么名声，你不知道吗？五叔、五婶、二爷爷，首先，杨志辉是在王潇洒的肠子里。王潇洒的霸道登场，瞬间扭转了议事厅内的局势。杨家人被他的气势和那辆破墙而入的重卡吓得不敢吱声。杨咩咩趁此机会挣脱开王潇洒的手，走到了议事厅中央。五叔，各位长辈，既然今天人这么齐，那我们也别光谈志辉的事了。正好，我也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五叔。你想问什么？这是过去3年地产公司财务报表里一些有趣的数据，比如城西那个项目的材料款账面支付了3个亿，但实际采购成本恐怕连1半都不到吧。还有虚报的工程款、挪用的资金，五叔，你需要我在这里一一念出来吗？你血口喷人，你这是伪造证据。是不是伪造？交给税务和经侦的同志查一查不就知道了。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们，首都来的稽查大队和经侦支队这会儿应该已经到你们地产公司总部楼下了。这会儿嘛，估计正在查封财务室呢。什么？首都来的，经侦都来了。你们这是勾结外人，出卖家族利益。家族利益？五叔，你掏空家族地产公司的时候，想过家族利益吗？我现在做的，只是让该负责的人负责，把吃掉的钱吐出来而已。杨咩咩目光转向2位一直沉默的家族元老。二爷爷，你愿意动用自己的家底来帮五叔填补这个无底洞吗？老人脸色铁青，一言不发。谁都知道地产公司的烂账是个巨坑，沾上手就会脱层皮。既然大家都不愿意，那就请五叔自己处理吧。画事人之争才刚刚开始，我希望各位长辈以后能公正些，不要再像今天这样明目张胆的偏袒了，否则对家族的未来可不太好。杨咩咩环视四周，此刻的他气场全开，再无之前的孤立无援。王潇洒在一旁看着，眼中闪过一丝欣赏。好了，戏看完了，散场。杨老五，记得赔我家大壮的精神损失费和卡车维修费啊，不然你儿子另一条腿也可能保不住。傍晚，一家安静的咖啡馆内，杨咩咩和王潇洒相对而坐。今天谢谢你了，虽然方式很粗暴。小意思啊，对付流氓就得用流氓的方法。你后面那套账本攻击才叫漂亮，一击致命。你怎么知道税务和经侦今天会到？连我都只是猜测，大概就在这几天。我姑姑说的，她消息比较灵通。怎么样，我这个合作伙伴还靠谱吧？是不是比当普通朋友强多了？勉强及格吧，不过你别想多了，我们只是合作。知道，互相利用嘛。我利用你当跳板，你利用我当打手，各取所需，公平合理。虽然嘴上这么说，但2人之间的气氛明显比最初相亲时融洽和默契了许多，一种无形的纽带正在悄然形成。杨咩咩的强势反击让杨家内部暂时恢复了平静，但暗流并未停止。这天，王潇洒约了梁安心在分局附近的小吃铺见面，杨咩咩则从陈叔那里得知了新的消息。小姐，查到了，昨天凌晨试图对您不利的那2个杀手，他们的资金往来最终指向了一个人。谁？是三爷的儿子杨子阳。果然是他，为了画事人的位置，竟然雇佣境外杀手对付自家人。与此同时，在另一边小吃铺里，王潇洒正狼吞虎咽。慢点吃，没人和你抢。你让我帮你留意的那2个杀手有线索了，我们抓到了他们的一个中间人。哦，怎么说？中间人交代，雇主很谨慎，但他们在交易时意外录下了一段模糊的视频，里面的人虽然做了伪装，但声音和部分体态特征很像杨家的杨子阳。谢了，安心姐，你又帮了我大忙。王潇洒，你这次卷入杨家的事，到底想干什么？别跟我说你真看上杨咩咩了。当然是看咩咩漂亮又能干啊，不然呢？你呀，还是这么不正经。你爸知道你在江州这么折腾吗？他巴不得我折腾的再大点呢。拿到证据后，王潇洒直接带着大壮杀到了杨家老宅，恰逢杨家老三杨东升在门口。杨老三，你自己看看你宝贝儿子干的好事，雇凶杀人还是杀自家人？这手段可比杨老五狠毒多了。不，这不可能，这是诬陷。是不是诬陷？你让杨子阳出来跟我当面对质，或者我直接把这份东西交给里面的警察。王公子，不要，求求你，子阳他还小，他是一时糊涂，你说要怎么样才能放过他？简单，第一，杨子阳立刻滚出国外，没有我的允许，永远不准回江州。第二，你和你这一支的所有人立刻退出画事人之争，并且以后全力支持杨咩咩。答应这事就到此为止，
不答应我就按我的规矩办。我答应。当晚，杨咩咩来到梁安心的住处表示感谢。安心姐，这次又多亏了你。别谢我，要谢就谢王潇洒那小子吧，他这次为了你可是动了真格。咩咩，你和王潇洒，他这个人背景很复杂，你要多留心。我知道，但我感觉他对我似乎没有恶意。但愿吧，那小子虽然看起来混蛋，但骨子里或许没那么坏。我和他认识很多年了，他父亲……算了，不说这个了。梁安心的话让杨咩咩对王潇洒的过去更加好奇，而王潇洒处理杨子阳的雷霆手段，也让杨咩咩见识到他冷酷决绝的另一面。这个合作伙伴越来越让他看不透了，连续摆平了5房和3房的威胁。杨咩咩在家族内的地位空前稳固，但他心中的谜团却越来越大。爸，江州这边暂时稳定了，但是那个王潇洒，我查不到他任何底细。您知道王家吗？咩咩，王家的事我知道的也不多，只隐约听说25年前首都有一个庞然大物般的家族突然隐退，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人猜测他们化整为零，分散到了各地。如果王家就是那个家族，那王潇洒的能量就完全可以解释了。你与他交好，利大于弊，但切记要谨慎。与此同时，王潇洒在酒吧办公室里接到了一个海外电话。臭小子，听说你在江州搞得风生水起啊，还泡上了杨家的丫头。爸，你能不能正经点？我在这边给你当年做马重振家业，你就在国外打麻将。重振家业？屁！老子那是给你机会锻炼，免得你真成了废物。怎么样？那本南华手技练得如何了？没练出内伤吧？你怎么知道我练出内伤了？等等，那破册子果然有问题，你是不是故意坑你亲儿子呢？放屁，那是咱家祖传的宝贝，至高武学，是你小子资质太差。对了，算算日子，25年之期差不多到了，你姑姑应该跟你说了吧？是时候让有些人重新记起王家的名字了。杨家的丫头就是个不错的突破口。老头子啊，你们到底在谋划什么？潇洒，有些荣耀丢了就得亲手拿回来，有些债欠了太久也该收利息了。放心去做，天塌下来有老子和你姑姑给你顶着。砰，哈哈，糊了。这帮老家伙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夜里，王潇洒开车送杨咩咩回家。王潇洒，你帮我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真的只是为了让你姑姑给你填酒吧的亏空？如果我说帮你是因为我家曾经也很牛逼，但现在虎落平阳被犬欺，我看不惯别人也这么欺负你，你信吗？不信，你看起来不像那么有同情心的人。好吧，其实是因为我家隐忍了25年，现在想重新出来活动活动筋骨，需要找个合适的理由和一块合适的垫脚石，而你杨咩咩恰好两者都是，所以是互相利用。目前来看，是的，我帮你稳固地位，你帮我王家重回视野，公平交易。知道了，至少你很坦诚。虽然话语冰冷，但两人之间那种微妙的默契和信任，却在这次坦诚后似乎又加深了一层。他们都明白彼此的关系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利用，但谁也没有点破。杨咩咩在江州的崛起和王潇洒的浮出水面，终于引起了首都一些势力的注意。张家书房内，张金凤看着手下传来的报告和照片，脸色阴沉。照片上正是王潇洒揽着杨咩咩的肩膀，在杨家老宅大发神威的场景。这个王潇洒是什么来路？查清楚了吗？敢坏我的好事？少爷，查不到太多信息，只知道是江州一个声名狼藉的富二代，但最近动作很大，手段很辣。杨家内部几次风波，背后都有他的影子。杨家小姐似乎和他走得很近。杨咩咩，我看上的女人也敢碰？不管这个王潇洒是什么东西，让他知道得罪首都张家的下场。给江州那边我们的人传话，给王家一点颜色看看，顺便给杨家施加压力，让他们知道拒绝我张家的联姻要付出什么代价。江州本地几个原本依附杨家或与杨东旭有利益往来的势力，在收到张家的暗示后，也开始蠢蠢欲动。一场针对王潇洒和杨咩咩的暗流开始涌动。很快，皇后酒吧开始遇到麻烦，供应商突然断货，客人频繁被骚扰，甚至有人举报消防问题。老板，很明显是有人在故意搞我们。查了一下，背后有本地几个老板的影子，好像还有首都张家的意思。张金凤动作倒是挺快，看来光是吓唬一下杨老五和杨老三还不够，得杀只鸡给猴看看了。需要我帮忙吗？杨家在一些方面还能说上话。不用，这点小场面我自己能处理，你稳住杨家内部就行。对了，明天晚上有空吗？带你去个地方。去哪里？一个好地方，也该让有些人知道，江州现在谁说了算。
王潇洒决定不再被动防御，他准备了一场宴会，广发请柬，邀请江州乃至周边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将是一场鸿门宴。风暴来临的前夜格外宁静，王潇洒和杨咩咩都知道，更大的挑战即将开始。经历了一系列的风波，杨家内部的反抗势力被暂时压制，杨咩咩在话事人之争中占据了绝对上风。然而，来自首都张家的压力和外部的窥探从未停止。今夜一场由王潇洒主导的宴会悄然举行，受邀者皆是江州乃至周边区域有头有脸的人物，其中不乏一些看似与当前局势无关却底蕴深厚的老面孔。今晚真的能顺利吗？张家那边的人已经到了江州，我担心。担心什么？等了25年，不就是等今天吗？老爷子们低调的太久，有些人真以为王家成了病猫。王公子，恕我眼拙，您这气度，不知和京城的王家是？家父王无极，我代他向刘叔问好。当年您在边境那笔生意，家父至今还记得您那份魄力。富豪听到王无极的名字，脸色一变，拿着酒杯的手止不住的颤抖，态度立刻变得无比恭敬。原来是三公子，失敬，请一定替我向王老先生问安。类似的情景在会场多处发生，王潇洒不再掩饰，轻描淡写地点出一些人的陈年旧事或与其家族的渊源，如同投下一颗颗无声炸弹。那些原本观望甚至心怀不轨的人，脸色纷纷变得惊疑不定，继而转为敬畏。他们终于想起，或者说被迫想起那个曾经笼罩整个华国的庞大家族的名字。你早就计划好了，这场宴会才是你真正的不再低调。也不全是，帮你是计划之一，让我家老头子们看看我的能力是第二，至于第三嘛，顺便给自己找个靠谱的老板娘，毕竟你看我这酒吧老是亏空，没个正经。所以我们现在是合作伙伴，还是？一开始或许是互相利用，但现在杨咩咩跟我在一起吧，不只是收拾杨家这摊子，还有更大的局面。重铸的不仅是我王家的荣光，也可以是你杨咩咩的时代。就在这时，大壮快步走来。老板，张家的人和本地的几个跳梁小丑联合起来，想在下面闹事，给我们下马威。跳梁小丑，那就让他们跳不起来。按预定方案，请他们安静地离开江州。至于张家，替我传句话给张金凤，江州现在姓王，他的手伸得太长了。杨咩咩看着果断发号施令的王潇洒，心中最后一丝疑虑散去，主动握紧了他的手。需要我做什么？当好你的女主内，和我这个男主外，一起把这江州乃至更远的地方搅个天翻地覆。宴会继续，王潇洒携着杨咩咩从容应对各方来宾，谈笑风生间却自有一股不容置疑的威势。窗外江州的夜景璀璨夺目，一场风暴看似平息，实则一个属于王潇洒和杨咩咩的新时代刚刚拉开序幕。王家重回巅峰之路注定充满荆棘与挑战，但此刻无人再敢小觑这位曾经的纨绔恶少。黑道之主的阴影或许尚未完全笼罩，但他赫赫有名的时代已经宣告来临。